各位朋友，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叫做哪里都不是天堂，只有贫穷才是地狱这些年来呢，有很多人咨询我，浩哥，现在美国好混吗？你说我这人到中年了，我觉得没有上升通道了，你说我去美国怎么样啊？我说不怎么样我说其实美国呢有两个美国，一个美国呢是中国的那些恨国党公知们，他们给你塑造的那个幻象中的流淌着奶和蜂蜜的土地的那个美国，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华人们真实感受到的那个美国其实呢这个美国现在的穷人也是非常多非常可怜的。劳 A 用一个精准的词汇斩杀线向大家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穷人的这种残酷今天呢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一篇文章，进一步打破了那些中国的反贼公知塑造的那个幻象中的美国。美国还有一大批的穷人是靠卖血为生的，你没看错。纽约时报说那些走投无路的美国穷人，他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一个公寓里边，特里尼蒂·古德曼，她是一个性格开朗，话匣子打开了就停不下来的女人，手臂上缠着一块绷带。为什么要缠绷带呢？在距离纽约约1600公里的地方，44岁的她靠每周卖2次血浆维持生计。他的支票账户里只有 3.78 美元，储蓄账户里只有1美分。只是为了让账户不被关掉，存钱罐里还有6枚的1分硬币。他脸上挂着一丝自嘲的笑，说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勉强为生。他又说真的很难，太惨了。他生活在一个许多人或许难以想象的美国。他说5年来为了免于流落街头，他只能住在一个男人家里，那个人并非他的伴侣，不过是利用他脆弱的定期索要这种报酬性关系吧。他说一家名为希望社区服务的当地的非盈利机构雪中送炭帮他申请到了低收入住房，每个月只付50美元，否则他将依然不得不在违背意愿的性关系和无家可归之间做出选择。他靠每个月298美元的食品券维持生计，但是食品券不能用于购买卫生纸或者是女性卫生用品，所以他只能是靠教堂开设的救护站来获得这些东西。这些救济站是美国许多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剪头发同样是他负担不起的奢侈，我从来没有进过理发店之类的地方。他说从来没有，对我来说那太过奢侈了。美国许多行业看起来欣欣向荣许多美国人也过得很滋润，但是给记者的感觉是许多人对于有多少人已被远远地抛在身后浑然不觉，他们落后的如此之远，以至于他们所生活的美国几乎和我们其他人生活的美国不是同一个国家。而如今川普总统削减食品券、医疗补助、儿童心理健康资金、预防怀孕项目和其他的社会福利项目，再加上汽油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份苦痛在全美国各地越发的沉重。共和党人还对救济福利的申领设置了更为严格的工作要求，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要求似乎合理，但实践证明这类要求实施起来成本高昂，而且最终往往只是把人们进一步推向了贫困。记者说在这次的采访旅途中遇到了太多正在失去食品券和其他福利的人，他们越来越
走投无路，他们对那些似乎对自己的困境漠不关心的精英阶层感到愤怒，这完全可以理解。华盛顿邮报与易普所联合开展的最新的民调显示，2/3的美国人认为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已经高的难以承受。古德曼就是感受到这种压力的其中的一员，而且他似乎面临失去食品券的风险。如果真的发生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靠什么生活下去。记者说呢，他每年呢都会举办赢得一次报道之旅的活动。这个项目呢，他已经坚持了20年，每一次呢都会带一名大学生一同外出采访，报道那些被忽视的议题。通常呢，他们会去海外，往往是非洲，但是这一次他们深入了俄克拉荷马、阿肯色和肯塔基，探访贫困、成瘾和人口贩卖的问题。他说今年的获奖的学生呢，他在秘鲁利马的一个工薪阶层社区长大，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在这趟公路旅行中，他们反复看到的一点是，美国的贫困并不只是缺钱的问题，它往往还具有代际的延续性，会不断的自我复制。就是说，穷人的孩子永远也跳不出穷人的这个窠臼。就拿古德曼为例，他说自己是在创伤中长大的，生活在一个经常滥用毒品、充满毒性的家庭里。他告诉记者，他从6、7岁起就遭到了虐待。他9岁那年，母亲就自己去了。之后呢，他由其他的家属抚养长大。所有的这些创伤都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说自己后来被临床诊断为复杂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症，导致他无法工作。他申请过残疾福利，并称自己遭到拒绝，目前正在提出申诉。记者问他，随着川普下令福利削减和工作要求在全国铺开，他有什么话想对川普说呢？他说，川普，你根本不知道你对那些挣扎求生的人做了什么。你银行里有的是钱，你不知道挣扎是什么感觉。你来过一天我的生活，你根本就撑不下去。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一个以黑人为主、经济凋敝、犯罪猖獗、人口流失的城市，记者采访了31岁的福斯特。她是一个独自抚养6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如今已失去了食品券，房租也因此拖欠。福斯特在快餐连锁塔可中担任值班经理，时薪13.4美元。他过去每个月依靠1172美元的食品券生活，但5月份这些福利突然停止，原因似乎是有关部门怀疑他的2个孩子在其他州领取了不应该领取的福利。他否认这一点，并说系统里可能是出现了差错。根据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的数据，在川普过去1年的打击行动下，全美国约有150万名儿童失去了食品券。该中心指出，并且《纽约时报》也报道中也调查各州在削减成本和降低错误率方面的压力，可能会导致不当的拒绝福利。此外，从今年年初以来，在共和党削减保险补贴以后，约有300万美国人失去了奥巴马医改的健康保险。失去了食品券以后，福斯特就开始拖欠房租了。他住在一个犯罪高发区，3居室的房子，每个月650美元，而且在欠薪之外，每天还要增加25美元的滞纳金。我每天都在跌在谷底，他告诉记者，我越努力工作，日子越艰难。接着他就情绪崩溃，泣不成声。推动削减美国困难人群福利的部分动因是压缩联邦开支，但这跟伊朗战争的巨额支出、对私人飞机的补贴以及给最富有的人群的减税放在一起，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觉得那些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在钻系统的空子。但是记者认为，
把穷人而非富人能够钻空子得手的程度夸大了。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美国税务审计比例最高的地方不是亿万富翁的天堂，而是密西西比州汉弗莱斯县，那里的黑人占多数。当时家庭收入的中位数约为 2.6 万美元。无论如何，最有可能陷入贫困的年龄段，而且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是儿童，尤其是2岁及以下的儿童，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扣上欺骗懒惰或者是个人不负责任的帽子。是的，许多人最终会做出糟糕的人生选择，但是往往是政府先辜负了他们，而不是他们先辜负了政府。川普最初曾经提议取消启蒙计划，这是一个得到2党支持，专门帮助贫困弱势儿童的联邦项目。他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国会的调查人员发现，川普政府曾经非法扣留了该项目120亿美元的资金长达数月，给项目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然而，虽然很容易把矛头指向川普和共和党削减医疗补助、食品券和其他福利，但似乎不仅是川普政府对那些被甩在后面的美国人视而不见。民主党人经常高谈阔论，称住房是一项人权，但目前无家可归者中露宿街头的比例最高的3个州，恰恰是民主党占优势的州：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夏威夷。自由派人士抗议川普废除教育部的计划是有道理的，恰恰是少数的红州，尤其是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如今或许代表着美国教育最大的希望是这少数的红州。密西西比州的黑人4年级的学生阅读的达标率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州同年级的黑人学生的 2.5 倍。民主党人完全有权利批评川普，但他们也应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在帮助落后人群方面的失败。面对结构性的问题，往往呢视而不见。加利福尼亚州叫帕洛阿尔托住着很多的善意满满的自由派人士。2024年有4%的选民支持卡马拉哈里斯，而不是唐纳德川普。这里边优秀的公立学校向所有的肤色、所有的阶层的孩子开放，但前提是他们的家庭负担得起360万美元的平均房价。许多美国工薪阶层感觉遭到背叛，这是可以理解的。各党派的政治人物对于美国人被抛在后面都显得太过麻木不仁。尽管自2000年以来已有130万美国人死于药物过量，这大致相当于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战争中阵亡的美军人数。这种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是，这些问题往往是隐形的，至少在其他复杂性的方面来讲如此。美国人可能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注射毒品，但他看不到那条始于寄养系统的绝望轨迹。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寄养系统堪称一个政府主导的虐待儿童的体系。31岁的威廉姆斯曾经饱受那个破碎的寄养系统之苦。记者在俄克拉荷马遇到了他正在照顾一个新生的婴儿，希望自己每个月298美元的食品券不会被取消。纳税人曾经3次为威廉姆斯的入狱买单，但我们从未给予他所需的保护和机会，尤其是他在年幼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不在前端投资，最终只能在后端付出代价了。威廉姆斯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男人们对他的侵犯，那时他可能只有3、4岁。他说他的母亲是一个吸毒的妓女，6岁那年他亲眼目睹妹妹被杀，然后他被送进了寄养家庭。从那以后，他在7个州的寄养家庭间辗转，全部家当装在一个垃圾袋里。他说他11岁那年，寄养家庭在冰箱、冰柜和食品柜都挂上了挂锁，让他和其他的寄养儿童挨饿。他说他12岁的时候第一次尝试着溜冰，14岁的时候怀上了一个20多岁男子的孩子。他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有前科的罪犯，他把孩子送人收养，
10年级时辍学了。他说并非每个寄养家庭都虐待他，或者是为了钱才收留他。他记得有一个家庭非常好，还想收养他，但威廉姆斯当时对人间的善意充满了怀疑，而且极度缺乏自信。他要求换一个寄养家庭。17岁那年，他的寄养母亲不再收到为他发放的补助支票，他不清楚原因，也许是系统出了差错，于是他被赶了出去。之后威廉姆斯有近10年基本无家可归，与毒品做斗争在唐恩都乐店的洗手间洗漱，时不时被关进监狱。最终一个不吸毒的新男友，她现在的丈夫，帮她重建了生活。她说自从去年9月发现自己怀孕以来，就再也没有碰过毒品了。保守派经常强调个人责任的重要性，这有一定的道理，自毁行为确实存在。学者们指出，在遵循成功序列，就是完成高中学业，找到全职工作，在婚后才生育的千禧一代中，97%的人在29岁之前摆脱了贫困。你们记住这个细节啊，29岁之前才大部分人摆脱了贫困，这是美国。他说在派恩布拉夫，记者呢与几位年长的黑人居民交谈，他们表示在某些方面吉姆克劳时代的生活反而更好。当然黑人现在可以投票了，有些人也过得很好，就是说他们在以前的时候，黑人没有投票权的时候，那个时候反而生活的比现在好。但这些老人感慨，黑人群体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得到改善，物价飞涨，犯罪肆虐，肥胖普遍，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疾病也十分普遍，这严重损害了人们的健康。该县的人均预期寿命比伊朗和孟加拉国还短，学校实际上存在着种族隔离，教育水平落后。派恩布拉夫学区被州政府评级为 F 级。76岁的芭芭拉抱怨说，那个时候民权状况反而会更好，别看黑人没有投票权记者都惊呆了。他不确定是否他认为黑人解放了以后完全没有进步，但他说的对，在派恩布拉夫这样的地方，黑人儿童在2026年仍然难以找到机会。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没有投票权，但你拥有的东西足够让你活下去了，而现在糟透了。少数没有彻底令派恩布拉夫这类地方失望的机构之一是美国军队，它提供了向上和向外发展的途径，同时能够提供技能培训、纪律和尊重。但这里的一些人注意到，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排长赶走了黑人的高级军官，于是不再把军队视为有色人种的机会之路。军队不行了。退役的陆军老兵说，他提到海格塞斯排长对军队声誉的影响，不，我们不会再去那里了。记者这次最想见的人是拉斯特。10年前呢，在派恩布拉夫认识他时，他是一个可爱聪明的13岁男孩，正面临加入帮派的风险。你能感觉到他可能走2种方向，也许他会茁壮成长进入大学，或许他会屈服于那个犯罪猖獗社区的引力。他的卧室堪称功能失调的美国的写照，里面有3台电视。记者到达的那天，因为欠费，电力本应该被切断他的妈妈养了一只比特犬，阻止电力公司的人靠近，完成断电。拉斯特如今怎么样了呢？原来他没能完成高中学业，有过数次的法律纠纷，现在因持有被改装成自动武器的手枪，面临着联邦枪支指控，本月将接受审判。监狱不允许探视，但是记者通过电话与他交谈，问他哪里出了问题。他说，我和坏人混到一起了。我去拜访他的母亲时，他也说了同样的话。拉斯特告诉我，他和前女友有2个4岁和6岁的男孩，于是我找到了他们，还有他们的母亲霍尔曼和儿子们被赶出住所，无家可归，暂时挤在表亲拥挤的公寓里借宿，正在拼命的寻找住处。霍尔曼在一家家庭的养老院的这个厨房工作，但他的
车坏了，所以每天的通勤都成了难题。他正在申请食品券，原以为7月份就能开始领取，但一直没有收到。他说呢，自己呢深爱着高中的在监狱中的恋人拉斯特，但他们发生了争执，因为他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他生气是因为我不得不向他要钱养孩子。他说他只是想让他支付一些小开销，比如孩子们的理发的费用。他心里清楚我会紧盯着他，就好像我是他妈妈。他还说还有谁会去做这些事儿呢？你有孩子，我告诉他他们不是我一个人生的。拉斯特的儿子们是充满潜力的可爱孩子，但他们正在像拉斯特当年一样，在没有父亲的陪伴情况下长大。走访那个拥挤的家，记者不禁回想10年前的拉斯特同样是个可爱的孩子，但正想到他的孩子们要面临的人生障碍，他们的孩子是否在重蹈他的覆辙呢？这就是美国最真实的底层的穷人的生活状况，是不是完全打破了那些目前在中国还在对美国充满着幻想的那些精美公知和反贼们呢？你们的幻象碎了一地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